很多人一直以为说 AI 是让普通人变厉害啊，就是说你要会用 AI，其实你要经过特别的训练才能够用 AI，但是其实不是 AI 真正的结果，我们往后推，它是让厉害的人变平庸以前可能公司就只有1-2个像我们这样子的理工男会写代码，但是现在不需要，人人都会写代码再往前推呢，其实写代码的那个需求会越来越低，很大部分的人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取得那个工具的管道，或者是获得正确的资讯的这个管道。那他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他有去参加我们的论坛这种，他知道了这些工具、这些管道还有这些用法的话，其实人人都可以很好的利用 AI， 并不需要特定的专才。AI 的技术真的是可以成熟到可以帮助到企业实现全自动化吗？那全自动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其实说，第一，我们不要依赖人类去做那些低效而且是重复性而且低价值的东西，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要求它要完全100%自动化，而是该自动化的东西自动化。很多老板都在问 AI 到底能不能够帮我赚钱呢？4月29号，我们将会举办一场专门为大马的中小型企业打造的 AI 实战论坛。这一次的主题非常的直接，用 AI 砍成本、拼业绩。我们邀请到许多专家在现场教你如何使用社交媒体 AI 搜索，让你的客户主动的搜索到你，而不是花大钱投广告却赚不到钱。另外呢，刘哲涵博士也会在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把通讯软件变成一个自动报价、自动成交的 AI 销售冠军。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帮你用低成本的 AI 工具取代那些琐碎重复的工作，真正做到降低成本、增加效率。不要再观望了，因为你的对手已经在使用 AI， 现在就马上行动。购票请到 caijin.my/AI， 那就是 caijin.my/AI。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Hello， 你好，我是能杰。那么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哦。那么在过去的2年呢 ，AI 人工智慧可以算得上是席卷全球。每一天我们打开新闻看到的都是什么？像微软啊、Google 啊、OpenAI 互相的在竞争。然后我们看到在企业界呢，很多人都在讨论 AI， 很多老板都在思考说如何让 AI 让他们的企业能够更快速的成长。但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呢，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心里还存在着疑问？那就是 AI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公司赚钱啊？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省钱的神器呢？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我们看得到吃不到的一个高科技的玩具呢？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一位非常接地气而且是重量级的 AI 的来宾啊，他是大马数据科学与 AI 领域的指标性的人物刘哲涵博士。刘博士，欢迎你。谢谢能杰，还有这个 BFM 财经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刘博士呢，他不仅是懂技术，更拥有大量的辅导本地企业导入 AI 的一些实战经验哦。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请到刘博士来为我们大马的老板们来解惑、把脉哦，直击 AI 转型的一些真实的样貌。那刘博士，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看这个矽谷的这些大佬们啊，他们在怎么样子玩转 AI， 然后 AI 的之间的竞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换到本土的话呢，其实大马的企业在导入还有应用 AI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在地化的特点？那么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又通常是什么吗？是不是没有人才、没有数据，还是没有资金呢？我先给 BFM 的听众带来一个好消息，因为今天答应过能杰，今天来一定要是最接地气，而且要讲一些平常在别地方没有讲过的东西。哇哦，首先在矽谷以外，全世界各地不是说美国有50多个州嘛，52个州，那剩下的50个州的这些地方呢，其实他们的中小型企业面对的问题跟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对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哦 ，OK， 大同小异的，大同小异的。因为不管是在公司的规模上、资金上，甚至于我们马来西亚老板常常讲的请人很难。那我是新山人嘛，每个老板都会讲说这里请人是3倍难。那你去美国、去澳洲的话，请人可能是4倍、5倍啊，去到欧洲
6-7倍更难，而且那边的不管是他们的这种福利还有这些基础设施，还有包括说他们的这些工会什么的制度都很完善，所以那边其实请人是更难，所以他们对 AI 的接受度或者说对 AI 的渴望呢，跟我们这边是差不多。而且这里的老板其实比较幸福，因为我们怎么样说都好，一般劳力活或者是所谓的3D 工作，我们在引入外劳来帮助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对的容易找到这些帮手的这个是重点。那至于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行业我们辅导过的，不管你是餐饮、物流，甚至于说快消品这些都好电子商务也好，那其实高端人才呢，永远都是凤毛麟角嘛，80-20嘛，每一家公司都是要去抢人才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公司的孔明自己公司的国家勋誉这些，所以它的难度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找高端人才。那反而我觉得要我总结的话，我们最常见的是老板说，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科技，我们现在一摊开来能杰刚才讲的，除了这些大厂，我们还有这些 Claude 什么 Midjourney 这些公司，又要画图又要做这些文案什么的，那他到底他的钱应该花在哪里？你到底要下注在哪一家公司，那个钱才会给你最好的回报率，最高的 ROI， 然后还有说你的钱不会打水漂嘛？这个是重点。所以中小型企业现在面对的第一大难题，在导入 AI 的时候，就是说到底我就算愿意花钱，我有这个资金，我有 standby 这个钱我要去花，那我到底要买哪一个工具，或者我要导入哪一个技术才是当前最需要的？所以在设定这个优先序的时候，是他们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其实你在辅导了这么多的企业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企业它已经来上过你的课好几次了，但是呢，他还是迟迟的没有行动。那没有行动，也有可能是因为内部文化的问题。对，有的时候老板很想做，但是内部的员工有反弹。对，那有些是可能员工非常想要做转型，但是老板就是怎么样都不想做。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去让 AI 转型成为大家都可以认可的文化，这个不容易，对不对？对，所以文化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不管是企业文化或我们说的这种工作文化都好，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教的东西英文常讲的 "This is not something can be taught"， 但是它是可以学到的。也就是说，你要让它潜移默化，让它自己形成。那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最常讲的，你不要一来就期望说，今天来上完我这个课，明天回去全部人都说好我们明天就直接 AI 化。就算是这个是第二个秘密在我们行业，就算是科技公司都好，它也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完成这个转型这个是重点。所以主要是说，一般他们会先找出1-2个所谓的种子球员，就是比较好的员工，那他们自动自发，那老板也愿意配合，那么老板呢就把一些资源调给这1-2位员工，8-2法则，那让这1-2位员工呢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实验，然后拿到好的成绩，拿到好的绩效，最直观的就是他们可以准时上下班这类型的东西呢，然后其他员工呢就会跟上来。那他跟不上，我们也不是说真的就希望老板把他们炒掉或者是裁掉这种东西，因为我是不贩卖 AI 焦虑的一个人，我不会说AI 会取代你，或者 AI 会取代不懂得 AI 的人。那他总有一些东西是 AI 没有办法做的，不能假手于人的，所以人力的存在还是必要的。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说如果员工很需要做，很想做，但是老板不配合这个也容易。这个我们给的方案就是说，员工去找一些不是跟公司的核心业务有直接关系的，它可能是你的一个英文讲的 side project 你可以就找一个比较小样的，比如说发电邮或者是发一些这种 marketing 的 email 这些自动化给它跑起来或者是说自动生成一些广告的文案图片这些，然后量产让老板去看到说其实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也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这样子呢，老板就比较容易接受，他也知道说如果我要再加大力度的话这个方向是可行的。是很多老板其实最焦虑的是成本的问题嘛，对，没有错，对不对？谈到钱呢，要从老板的口袋里面把钱拿出来总是不容易的从谁的口袋拿钱出来都不容易但是如果能够让老板们看到他的效益的话，对，或许就会比较容易一些对，因为有不同的人，那大部分的人他就是眼见为凭嘛，对，就是你让他看到成绩，让他看到成效，那他自然而然他愿意掏钱的那个意愿就会提高。
是，那但是我想跟刘博士说啦，我就是属于那个脑波比较弱的要从我口袋里面拿钱不是很难。好，玩笑话哦，我们还是回来这个讨论。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老板他的顾虑就是说，他可能连最基本的他之前的这个电子转型或者数位化转型都还没有做好哦。那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可能连 ERP、CRM 都没有建制好啊，甚至没有听过。对，很多都还在纸上作业，甚至我听到有些企业连请假都还在纸上作业啊，签呈啊什么等等的啊。所以这种数位化程度极低的传统产业，他们现在来聊 AI 转型，是不是言之过早了呢？不会，其实这个也是第三个秘密或者是误区哦。其实 AI 呢，很大程度上让这些传统公司它可以省去它那个数位化的那个进程或者那个过程。OK。那比如说我们在 AI 里面有一个行话叫做 OCR， 那 OCR 就是说可以帮你去扫描文件，然后转成数码化。那很多东西，我相信每一家公司都会有一些啦，就是所谓的 paperwork 文件，比如说水电单也好，或者是像传统的那些货运公司啊，他们的那些签收单，其实你不可能期望说一个送货的送货员，然后还在那边拿手机还是拿一个平板，然后在那边帮你做东西，然后那些装修啊、水电工这些基本上都是传统作业。那这些东西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扫描。我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哦，中医师，那他有很多这些药方是手写的嘛，手写的，那他第二代还要传下来的时候，他们又懒得去把这些东西打进电脑，所以但是你叫他们拍照，他们很喜欢，所以他们就把全部的这些药单的拍照，然后放去给 AI， 叫他做文字识别，就是我刚刚讲的 OCR。那文字识别之后呢，就可以自动的存进去资料库。那你不要玩那么花俏，你不要用资料库，其实大家电脑都有 Excel 了，就是 Excel 的覆盖率其实是市面上最广的、最广为人用的 CRM、ERP 数据库都好。那所以把它存进去 Excel 里面呢，就可以去做分析，还有做很多不同的管理啊这些。OK， 那如果他连 Excel 都没有，或是他连纸上的记录都没有的那些人怎么办？那个就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个就是为什么最近小龙虾这个东西很流行，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很多东西都在他的脑里面老板很多东西就是你万事就事必躬亲嘛，他都要问老板，老板这个 quotation 怎么发，这个多少钱？是，所以老板在通过用通讯软体，比如说 Telegram 啊这些，那就会存底，然后我们就用像小龙虾这样子的开源软体去把他的这个对话记录截取出来做整理，然后再喂养到那个大语言模型。那 AI 呢，就等于你就复刻了一个老板的那个知识库的分身。OK， 对，还是有办法的，对，还是有办法。OK，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预算的问题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很多老板你要叫他拿钱出来，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可能觉得说现在比如说 ChatGPT Enterprise 或者是Gemini 这些的工具如果累加起来的，特别是企业版，如果你是个人版的话就算了，企业版的话可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对于预算有限的这些中小型企业，你会建议大家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跨出 AI 的第一步？其实还有两个部分，第一就是它这个成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他一般人他签了企业版了不起，也就是一个账户可能$25一个月当然公司多人的话，这个数目看起来就比较大，所以一般上呢，如果公司员工多的话，像我讲的，他也不需要每个员工真的都去签企业版，只有那些真正有动到公司比较机密或者是比较敏感的那些数据文件的呢，他才要去用企业版。那一般人你就给他用个人版或者是免费版都可以，只要没有牵扯到公司的机密文件或者机密档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有些公司真的就是软囊羞涩了 ，OK， 讲白了就是说他的就是可能今天的钱要靠客户还钱，他才可以去还 supplier，这种现金流吃紧的，我们也认识很多。那这种他们如果要用 AI 的话，最好就是用开源的这种大语言模型，比如说像谷歌最近就刚刚发布那个 Gamma 4嘛。这种都是可以用，当然有付钱跟没付钱的差别就是它的速度可能会慢一点，它的性能可能会差一点，但是也不是说差到
不可以用，或者是差到很慢到你不能够忍受的那个地步。所以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开源的方案。那包括如果像用中文比较多的朋友或者是老板们，他也有很多中国开源的那些模型，阿里啊、腾讯啊那些都有不一样的模型，所以他都可以去下载来用，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风险，因为不需要联网就可以使用。OK， 所以也不会有机密外泄的问题，不会有治安。我知道很多人听到中国的什么什么模型就什么什么的，这些都不会，它甚至可以断网去使用，就你不需要连到 Internet， 你也可以去用那些模型。OK， 好，那这本来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会不会有资料安全的问题啊？那现在既然没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老板比较 concern 的就是说，我公司可能没有 IT 人才，没有人懂得 AI 的这个商业逻辑啊，或者运用逻辑，那中小型企业要如何培养会用 AI 的人？这个是第4个秘密啊！很多人一直以为说 AI 是让普通人变厉害啊，也就是说你要会用 AI， 其实你要经过特别的训练才能够用 AI，但是其实不是 AI 真正的结果。我们往后推，它是让厉害的人变平庸以前可能公司就只有1-2个像我们这样子的理工男会写代码，但是现在不需要，人人都会写代码再往前推呢，其实写代码的那个需求会越来越低制作软体、制作网站、网页，现在只要你会用一点大语言模型，能姐应该也看过，就是那种我脸书上常常讲的那种，可能4-5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网站，然后有一些基础的功能就好这个是已知的，所以它其实并不需要说特别再去栽培或者特别再去精挑细选一些很厉害的技术人才，那它只要基本的治安做好。我这里说的基本治安是一个全世界人都知道但是没有做的，比如说3个月要换一次密码这个是大家都没有做的，然后才来怪说为什么我的东西会遗失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种看到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点，最好是看到什么链接都不要点，然后给那个扫毒软体扫过一遍才打开这个是最简单的2件事情大家可以做的。那这2件事做好之后，其实你只要把工具分发给大家，是那个英文叫做 access， 也就是说很大部分的人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取得那个工具的管道，或者是获得正确的资讯的这个管道。那他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他有去参加我们的论坛这种，他知道了这些工具、这些管道还有这些用法的话，其实人人都可以很好的利用 AI， 并不需要特定的专才。是，那如果老板真的想要培训专才的话，或者是鼓励公司内部使用 AI 或做 AI 转型的话，我们刚好就在4月29号我们有办一个论坛这个论坛的细节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说明栏里面去找到那么这次的论坛呢，我们是完全是这个 HRD Crop 可以完全全数报销的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接下来聊一些趋势好了还有一些现象，就是现在在市场上面的很多软体都把这个很多的厂商啦都把 AI 吹捧得很高，仿佛导入 AI 呢你的公司就能够完全进入自动化，甚至是可以裁员1半那很多老板听了都很开心员工听了就不是很开心，裁员滚滚裁员滚是那其实你在第一线你的观察或是你的经验，你怎么看目前 AI 的技术真的是可以成熟到可以帮助到企业实现全自动化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美好的行销的口号呢？那全自动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其实说，第一，我们不要依赖人类去做那些低效而且是重复性而且低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它虽然是重复性，但是你做得很开心的话，那你可以 by all means 你可以继续去做但是有些东西就像我们早期那种，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们打零工，就是那种去帮人家贴邮票去复印中心打工那种就属于很重复性很高而且价值很低的工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要求它要完全100%自动化，而是该自动化的东西自动化。比如说每次开会完要发会议记录给来参加会议的人然后自动写成一个，比如说2小时的会议写成一个150到200个字的那个简介，就是 summary 之类的这种是可以很容易让 AI 去解决，然后去发给他们的。然后我还有很多这种来上课的学员呢，他们会比如说像房地产这种，他们最多的就是要去做所谓的 follow up就是说他来填了一个意向表，那你要继续跟他说老板我们现在有这个新的这个楼盘什么这些，或者是有一些像
像也是做房地产的，但他们是做包租公包租婆，那要一直去提醒他们你们的管理费要交了啊，你们的租什么时候到期啊，这种都是很高，就是说高重复性，但是价值很低的工作，可以让 AI 去代劳，这个我们就一定是让 AI 去做，而且以现今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开源的，就是说老板只要去下载那学一下怎样去调，那基本上就可以用。OK， 所以刘博士，我这边听懂了，所以全自动化它并不是目标，而是要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的效率，对，把我们的人的精力给 free out 出来，对，让大家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对，它解放你的双手，那你如果你的双手解放了，没有做东西，那你还是会觉得很别扭嘛。所以是这里我们告诉你说，自动化啊这些AI 助理、AI 代理人可以帮你解放你的双手，但是你还是要去想说，有什么工作是这双手可以去做，而且价值更高的。对，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之前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之前 BFM 财经因为人力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个星期只能够出2个影片，2个长影片，因为我们每次要做 research 要写题目都非常花时间。但是现在有了 AI， 像我今天跟刘博士的这个对谈的题目，也是 AI 帮了很多的忙，非常的快速，所以我变成我的一个星期就可以出5到6个影片。对，那如果有剪辑功能可以自动帮我剪辑，而且剪得像我们的剪辑师这么好的话，可能我一个星期出10个访问都不是问题。对，而且你这个动作并没有降低整个访谈，就是说不管是它的价值也好，或者是观众的听感，因为真正的价值来自于我们这个现场的互动嘛。没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很多像我们做剪辑，其实是在剪那种废的地方，比如说空白的，或者是这些这些现在 AI 都可以代劳。那还有帮你剪一些比较精彩的部分，这些都可以，它就大幅度的节约我们的时间。那其实也是可以帮企业增加产能嘛，对不对？对，是。好，那所以其实企业可能也要去思考说，你自己使用 AI 还有 AI 转型，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那么但是现在可能我们的老板们还是会怕自己被当韭菜，在选择不同的产品的时候，有的时候，第一可能是觉得说我可能买了这个 AI 的产品，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变现，对那变现是不是一个目标呢？这可能要请刘博士分享一下。那么从技术突破或者是商业应用的角度来看 ，AI 的发展目前是不是也遇到了瓶颈或者是卡关呢？这个可能也是一般老板他们会担心的问题。我先回答那个比较容易的问题就是那个 AI 到底现在是不是瓶颈？绝对没有因为其实以 AI 进步的速度大概3天一个小进步，5天1个礼拜一个大的进步，或者是有跳跃的这种感觉，所以 AI 其实还是在很早期，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有把 AI 融入到自己企业里面的我们有2种，一种英文叫做 AI First， 就是说AI 优先，然后一种是叫 AI Native， 也就是说 AI 原生。那老板应该去考虑的是 AI 原生的问题，因为 AI 原生这个问题才是你真正的护城河，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让 AI 去操作的话，你很难完成，或者是你根本完成不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有一个学员他是做服装的，那服装呢他们最大的成本除了说在设计衣服在生产以外，生产其实不是太大问题，他们只是要压库存嘛，你只要知道说什么尺码的衣服有人买，什么尺码的设计的没有多人买，你就不要印那么多，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专业，所以没有问题。最难的是他们要去请模特儿，然后去找一个 studio， 然后再去找设计师找摄影师，然后帮你拍帮你修片，然后一个 catalog 的那个图，每一张图最起码它的成本是100到200块马币，这个是入门价，那你找好一点的修的精修一点的可能要300到500块不等所以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那现在用 AI 呢，它只要把整个所有他们的衣服的这个目录就是 catalog 上传去到 AI， 再上传一张那个模特儿的照片，而且这个模特儿可以是真人可以是假人都无所谓，他就可以直接把所有模特儿穿好那个衣服背景，你要的背景海滩办公室什么全部做好给你，大概就是1-2块钱美金的事情而已就是这样。 OK， 哇，所以其实真的是提高产能，对不对？对。但是刚才我们讲到说老板希望 AI 马上能够帮企业变现这件事情，变现可能是终极目标，对。但在变现之前，其实
还是要思考说我们的那个小的目标要做到的是什么东对，西。所以能杰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来上我的 AI 课的学员呢，他不是来学怎样变现，因为变现就是它的结果。你只要中间的这个小步骤，这些所谓的 baby steps， 他做对的话呢，他变现是必然的。所以很多老板是在拆解任务的时候，他不舍得放手，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老板有这个情况，就是他必须要把一个东西抓得比较紧，他才觉得有安全感，他才觉得比较实在。就是这个 quotation 他没有看过，他心里压根总是觉得好像我的权利被架空这种感觉。自古以来华人做生意都有这个感觉，所以他一定要学会说这整个流程到底有什么部分是老板一定要参与，有什么部分他是可以让 AI 代理去帮他执行。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像 research 这个去参考同行的报价，这个东西其实就很浪费时间，很耗时啦，不一定是真的是浪费，但很耗时。那如果这个东西每天早上会有一个AI 机器人去帮你查如果你是做比如说卖金的，或者是你是做建材然后铜什么的价钱这些帮你去国际市场扫一轮，然后告诉你说今天的涨幅、跌幅、走势怎么样，然后再配合我们公司的库存这些都可以。因为像我们有学员是做比如说玻璃的这些东西，还有国际油价对他们的整个生产链的影响都非常大，而且他可能你就要特定指派一个人，就是去那边盯着现在的油价，因为它会影响你每一天的报价。那这些如果可以让 AI 帮助，它不一定要100%帮你做决策，但是它提醒你，它告诉你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计算，那其实就可以省下他们很多这种脑力活。了解。我们在4月29号的那场论坛呢，我们除了请专家来聊 AI 之外，其实我也请到了1-2位的企业家，他们是有努力的在公司里面推动 AI 转型的，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疑问，所以他们在现场除了是讲者之外，他们可能也会向刘博士你们来请教其中一个问题他问到的就是说，他已经在公司的管理的部分，比如说在日常管理或者是账务的部分，他已经充分的鼓励大家用 AI 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制造商那他的产品呢，其实是要面对不同的客户，而且每个客户都是定制的，所以他就跟我说，我这样子的生意，我每一个的设计都不一样，然后面对每个客户都是要 tailor made， 应用 AI 应该不太容易吧？其实 AI 最喜欢就是这种因为100个人有100种需求，这个就是 AI 可以发挥它最大效能。比如说就是用这个我们这个 speaker 的这个案例来说的话，那其实 AI 我们可以做 AI 代理人。那一般 AI 代理人呢，它跟普通传统的聊天机器人不一样。传统聊天机器人它只能回答我们设定给他的答案，他没有连到大脑的，你就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卖多少钱你的权限里面可以折扣多少，有问题的话打这个号码什么，就是这样子。其实跟你传统那种打电话去求救基本上是类似的，然后只要你讲了很久过后没有办法按铃才希望可以接到真人客服但是现在的 AI 代理或者是 AI agent 是不一样，它是可以连接到一个大语言模型，然后还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数据库，它可以去你仓库去查你还有什么库存，然后还有什么款式。所以比如说我举一个做礼物或者是礼品的例子，礼品的例子就是那种很多这种客制化的，那还要问你说这个杯这个红色太红，我没有不要那么红的之类的。那现在连到大语言模型，它就自动可以帮你查说我们公司这个红色的有这几款，那你要什么大小什么 event 然后送给什么样的客户，它都可以帮你做很合适的这种推荐所以这个在做顾客筛选，还有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lead qualification 这些呢，就非常有用，而且可以提高效率。OK， 好。那么其实那一天刘博士呢，在我们这场论坛当中，你的角色很重要你是压轴的最后一个部分。给未来先预告一下，其实你在论坛当天呢，你的压轴的部分，你会跟我们的企业老板们来分享一些什么呢？我就讲一个最重要的点。那我们一般在做企业的 AI 的时候呢，它会分3个部分，我们叫它做企业的 AI 3重天。那1重天呢，就是我
们每次讲的对话型 AI 啊，相信大部分老板都会打开手机 APP 什么豆包这些 ChatGPT 跟他聊天会一问一答，大家聊得很开心。但是去到二重天的时候呢，就是 AI 代理人。那这个代理人呢，他需要做3件事。第一，他要去理解他要去感知你这个问题到底里面你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你这个问题你这个 prompt 怎么样可以去优化。然后第二呢，他去帮你做策划，帮你做 planning。然后第三呢，他去帮你执行，然后回来问你说，老板，我这个执行你的计划做好了，这个结果你满意不满意？不满意的话，我自己再改进，然后再优化那个答案。这个是第二步，就是说 AI 代理人。然后这个是当天我们会教大家的，会有现场的示范，还有告诉大家怎样去下载那个 M8N 这个软体，怎样去登记，全部都会手把手教你。OK， 然后这个过后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 agent 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重复性很高。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跟我们公司现有的系统结合？因为每一家公司摊开来，最基础至少会有一个理账系统，然后如果是做有门市的就有 POS， 那没有门市有仓库的会有仓库管理系统，那甚至于说有些会有 HR， 会有 payroll， 然后会有这些什么债主债权人这些 debtor creditor APR 这些都有。那这些东西怎么样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做第3层，就是做 automation， 就是自动化。那把该发的这个电邮该发的讯息自动发给相关的人。比如说公司现在仓库某一个原材料库存短缺，以前是怎么样子？以前是这边的这个仓库主管要跟经理说，然后经理再打电话去下单然后有时候呢，他又不是每一个 supplier 每一个供应商都有那个货就要一直群发，不然就一直打电话。那能不能说这个库存一低，那直接发 WhatsApp message 给那5个我们最常用的 supplier， 问他们有没有货，然后看他们回来的报价，然后再去通知经理说这个有货，这个有货，请问你要跟谁下单这样子，然后就是自动化和优化整个做生意的流程。OK， 好的。那如果我们的老板想要知道，比如说线上客服要怎么样子去训练培训的话，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培训当中可以听到这样的内容呢？有顺便跟老板们讲现在做 chatbot 呢已经今非昔比我们所谓的 chat agent 就是聊天代理人老板来的时候呢，准备好一套公司的 FAQ， 那我在现场会直接教他们怎么样把这套 FAQ 传到 AI 的大脑里面，变成你公司最厉害的那个客服。OK， 好，解决现在很多找客服的时候遇到了这个 chatbot 就一直要找真人的问题OK， 我这里可以私人不代表 BFM， 不代表能杰的立场，我个人做一个担保，不会鬼打墙的 chatbot。OK， 好的，行，那就期待4月29号我们的大马 SME 实战论坛用 AI 砍成本拼业绩，到时候呢，刘博士就是我们的压轴的嘉宾好，最后呢，其实这个是我私心想要问刘博士的问题就是这个马斯克其实不是预言吗？说 AI 会进入这个未来的世界大家都会进入，因为 AI 的关系进入一个均富的时代大家都会变成普遍的高收入的阶段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刘博士，你怎么看这个马斯克他这样子的预估？你觉得这个是真的会成真的吗？我真的很期待。提高所有人的这个基本收入，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双重的嘛。因为你 AI 过后呢，它第一个问题是，其实从比较大的环境来讲，比较悲观的角度，它其实是产能过剩的。你看我们任何的东西，那为什么会产能过剩？是因为你生产多的东西它成本会压下来，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感觉到东西便宜了，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很多的浪费来带来的这个便宜。我给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先去买面包，你去超市买一条面包大概就是3-4块钱嘛，对不对？但是你去烘焙店买一个面包就要3-4块钱那你是宁愿买一条面包然后浪费掉剩下的，还是去买一个你吃得完的面包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为什么会可以拿到那么便宜？因为白面包是量产的工厂大量制作，所以用 AI 过度使用 AI 过度开发的后果就是这样子。那大家所谓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那个5B 也好这些是会有，但是作为华人呢，我们一般是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纵观历朝历代的历史华人都有一个，我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天子梦，就是大家都可以当老板，大家都是最厉害的那个，所以华人一般是不会接受这种东西的我们去看国外，因为我以前在澳洲生活过好一段时间，所有的这种所谓的福利制度不管是每个星期给你一些赡养费养老金或者是这些失业救济金一般华人是很少去领的，华人还是那种靠自己
我们就是天生就是那种带一个天命，然后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你的宗教信仰什么都好，它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的，所以他会觉得说他一定要做点事情。所以从整体宏观经济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同意因为大部分东西都让 AI 去做了嘛，那你可以做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但是以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大部分华人是不会选择躺平，他还是会选择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去实现自己个人的一些梦想或者是agenda 这样子。了解，看来我是比较适合去澳洲生活。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刘博士来到开门见山当中，那也很期待在4月29号你当天的分享。好，我们4月29号见。好的，那大家对于今天的讨论呢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或者是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